诺奖给的弱相互作用、宇称不守恒，确实是他的成名作，但绝不是巅峰作。杨振宁花了10几年时间，终于搞定这个理论，这就是杨米尔斯规范场论。简单说他就像给宇宙写了一个操作系统。你想想，给理论打补丁都能拿诺奖，这理论得牛逼到什么程度？什么叫一个人点亮了一个民族的灯？兄弟们，今天咱们聊一个重量级的话题，杨振宁。那个刚刚离开我们活了103岁的杨振宁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你是不是刷到过有人骂他精致利己，说他拿了美国的好处才留洋，老了又回中国享福？是不是也听说过有人说他的物理理论跟咱们就没什么关系，远远不如邓稼先的实在？甚至有人问，他的诺贝尔奖不就是研究什么镜子里外不一样吗？这也能拿奖？今天呀，咱们不玩虚的，用咱中国人的老话，结合那些不掺水的事实，给你扒明白3件事儿。第一，老爷子的诺奖到底有多牛逼？为啥说镜子里的世界藏着物理界的惊天秘密？第二，精致利己里的帽子到底冤不冤？他对中国藏着多少没说的心事儿？第三，他走了以后咱才发现丢了的宝贝到底是个啥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先问大家3个扎心的问题，看看你是不是也中了那个刻板印象的招。你是不是觉得杨振宁的巅峰就是1957年诺贝尔奖？但圈内人却说这只属于他3流的工作。那他1流的工作得牛逼到啥程度？你是不是听说过他年轻时不回国，晚年才回来养老的说法？但为啥邓稼先临终前会跟他说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同途呢？你是不是觉得宇称不守恒这种词儿跟咱平常过日子没啥关系？但我告诉你现在的手机芯片、核磁共振都得靠这套理论打底，信吗？今天咱们就带着这3个问题把杨振宁的100年人生拆解成科学江湖、家国情怀、文化密码3卷书，用《论语》的通透、庄子的智慧，给你讲明白这位20世纪物理学最后一位大师的真正分量。毕竟老话说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今天这席话可能会让你重新看懂中国与世界的真正距离。先来看看我们对杨振宁的4大误解到底错在哪儿。在聊正题之前，咱得先戳破那些流传了几十年的认知迷雾。这些痛点不光是普通人的误解，连不少高知都栽过跟头。第一，诺奖就是他的天花板，无非是运气好罢了。很多人一提杨振宁就只知道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，甚至有人说要是没有吴健雄的实验，他根本就拿不到奖。这种说法就像李白能成名全靠杜甫来捧他，压根就没看懂核心实力。咱先明确一点，诺奖给的弱相互作用、宇称不守恒，确实是他的成名作，但绝不是巅峰作。就像武侠小说里，张三丰年轻时靠太极拳成名，但真正奠定他武当地位的是九阳神功的融会贯通呀。杨振宁的九阳神功藏在后面几十年的研修里。第二，他搞的理论太玄乎，对现实没有用。宇称、规范场、杨巴克斯特方程，光听这些词儿是不是就头大？难免有人觉得这都是象牙塔里的空想，不如造原子弹、搞芯片来的实在。这种想法犯了韩非子里所说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的毛病。基础科学就像打地基，你看不见它，但你所有的高楼大厦都靠它撑的。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的时候，没有人想到这能帮人类送卫星上天。麦克斯韦搞电磁理论时，也没有人预见它会对今天的手机互联网产生如此大的影响。而杨振宁的理论就是现代物理的地基之一。第三年轻时不回国，晚年才回来，算啥爱国呢？这是最扎心的误解，甚至有人拿他跟邓稼先对比，说他精致利己。这种对比就像拿《三国演义》里诸葛亮跟关羽来对比，一个运筹帷幄，一个冲锋陷阵，这路数压根就不同，但目标都是兴复汉室。邓稼先的伟大在于以身许国，隐姓埋名；杨振宁的伟大在于以智报国，架桥扶路。当年的情况有多复杂呢？1950年代的中国连研究物理的基本设备都没有，
就好比让李白在沙漠里写毛笔字，什么笔跟纸砚都没有，他不是不想写，是没有啊。第四，他只是个科学家，跟中国文化没啥关系。有人说呀，杨振宁是西方培养的科学家，骨子里是西方思维，但其实他自己都说过，他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基本都是儒家的。这种误解就像吃面包长大的中国人就忘了饺子的味儿。文化这种东西早就刻在骨子里。他7岁读唐诗，13岁学孟子，西南联大时听朱自清讲国文，闻一多讲历史，这些国学底子恰恰就成了他搞科学的隐形翅膀。就像《中庸》里所说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他的科学研究是尽精微，家国情怀是致广大。接下来咱就一一拆解这些误解，用国学视角加科学白话，带你看懂杨振宁的3重境界：科学之争、家国之城、文化之声。第一重境界，科学之争，从镜子里的秘密到物理界的操作系统。先解决最核心的问题，杨振宁的科学成就到底有多牛？咱先从那个镜子里外的世界说起，也就是拿诺奖的宇称不守恒。1956年之前，物理学有个铁律叫宇称守恒，简单说就是镜子里的世界物理规律跟现实一样，就像你举右手，镜子里的人举左手，但你们做同一个动作，遵守的规律是一样的。当时的物理学家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，就像《论语》里所说：“天何言哉？40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规律就在那儿，不用怀疑。但偏偏有2个年轻人不服气，就是34岁的杨振宁跟30岁的李政道。他们发现一个怪象，2种叫西陶 CP 的粒子，质量寿命一模一样，衰变方式却完全不同。这就像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一个用右手吃饭，一个用左脚吃饭，按宇称守恒根本就说不通嘛。当时就有人觉得肯定是实验错了，但杨振宁说，万一不是实验错了，是规律错了。这想法一出来，物理学界炸了锅，连大物理学家泡利都拍桌子，我不信上帝是左撇子。后来呢，故事大家都知道了，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做了个钴60实验，把钴60放在磁场里降温到接近绝对0度，结果发现衰变出来的电子全往一个方向飞，镜子里的情况居然不一样。这下实锤了，在弱相互作用，比如粒子衰变里，宇称真的不守恒，上帝还真是个左撇子。这发现有多颠覆，就像有人告诉你太阳其实是绕着月亮转的，直接敲断了物理学家大厦的一根承重柱。奥本海默说，这是为困在黑屋子里高能物理学家找到了出口。诺贝尔奖委员会更直接，他们的发现为现代粒子物理学奠定了思想基础。咱用庄子的话解释，就是万物疏理，道不思，故无明。规律不是死的，看似对称世界里藏着不对称的真理。杨振宁的厉害之处就是敢对常识说不，这跟儒家讲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是一个道理。再看杨振宁真正的巅峰，给宇宙写操作系统。如果说宇称不守恒是杨振宁的成名作，那1954年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就是他的传世经典。圈内人说这是继牛顿力学、量子力学之后的第3次结构革命，这话真不是吹的。咱先搞懂一个基本问题，宇宙有4种基本力：引力、电磁力、强合力、弱合力。牛顿统一了引力，麦克斯韦统一了电磁力，但强合力和弱合力一直是散兵游勇，没人能管得了。就像一个公司有4个部门，2个部门有经理，另外2个部门乱成一锅粥。杨振宁的想法呢，能不能给这4个部门找一个总 CEO？ 他发现电磁力本质是一种对称应，由一群局域规范对称性，就像公司里的考勤制度，不管哪个部门都得遵守。那强合力跟弱合力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对称性？这个想法听起来简单，但做起来比登天还难。因为电磁力对称性是可交换的，就像3+5等于5+3，而强合力的对称是不可交换的，就像先穿袜子再穿鞋，跟先穿鞋再穿袜子，结果呢截然不同。把可交换的理论推广到不可交换，相当于从2维平面跳进了3维空间。杨振宁花了10几年时间，终于搞定这个理论，这就是杨米尔斯规范场论。简单说他就像给宇宙写了一个操作系统。以前物理学家研究新的力得摸着石头过河，现在只要找对应的对称性，
带入这个操作系统，立马就能得到理论公式。后来的事儿更传奇。1979年，格拉肖、温伯格、萨拉姆用这个理论统一了电磁力跟弱合力，拿了诺奖。再后来呢，科学家用它搞出了描述强合力的量子色动力学。现在统治物理界的标准模型全靠这个理论撑着。甚至给这个理论补了个小 bug 的希格斯也拿了诺奖。你想想，给理论打补丁都能拿诺奖，这理论得牛逼到什么程度？邓稼先的夫人许露西回忆，邓稼先生前总说，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能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相媲美。丁福中更直接，20世纪物理学的里程碑一是相对论，二是量子力学，三是规范场论。这评价就像说中国文学的巅峰，一是诗经，二是楚辞，三是李白的诗，这分量不言而喻。再看杨振宁的跨界之路，从物理到数学，顺手开辟的新领域。1967年，他研究一维量子问题时，搞出个杨巴克斯特方程，当时没人当回事儿。结果后来发现，这方程是研究可积系统的钥匙，还直接催生了量子群这个新数学领域，连拿了菲尔兹奖，也就是数学界的诺奖的威腾都说，他的研究全靠杨振宁的方程打底。1975年，他还搞懂了规范场跟纤维丛的关系。纤维丛是数学家陈省身搞的理论，当时物理学家没人看得懂。杨振宁一搭桥，立马让物理学跟数学来了次世纪握手。这就像《论语》里说的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物理跟数学看似不一样，其实都能互通有无。老话说一式精致足以动人，杨振宁是多式精致，震撼世人。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，从场论到数学，他就像个全能选手。这背后是中庸里说的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这种治学态度才是真大事的底色。第二重境界，家国之臣，从千里共同土到归根愈桃李。现在咱来解决最敏感的问题，杨振宁到底爱不爱国？精致利己的帽子到底是冤还是不冤？咱们用事实说话，看看他这100年人生藏着多少对中国的私心。第一，1971年破冰之旅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。1971年中美关系还没解冻，杨振宁就顶着压力回国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。当时美国中情局找他谈话，台当局骂他洋匪，甚至有人威胁要暗杀他，但他还是来了。为啥要冒这个险？他后来回忆他想让中国人知道，外国人能做的，中国人也能做。回国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邓稼先，问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有外国人的帮忙。邓稼先给他写了封信，说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搞的。杨振宁当场哭得像个孩子，这眼泪里有骄傲，有欣慰，更有对祖国的牵挂。这事儿让我想起孟子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明知前面有危险，但为了心里的信念，还是要去做。当时他在美国已经功成名就，完全可以明哲保身，但他偏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行动能给更多海外华人打样。果然呢，他之后大批华裔学者开始回国访问，中国科学界终于重新接上了世界的地气。第二，大对撞机之争，宁可得罪人也要说真话。2016年，有外国诺奖得主建议中国造超大对撞机，预算要好几百亿。当时不少人觉得这是大国象征，必须得建。但94岁的杨振宁站出来反对，写了篇《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》，瞬间引爆舆论。有人骂他保守，有人说他怕年轻人超过自己，甚至有人翻出他跟李政道的旧怨，说公报私仇。但杨振宁的理由很充实。第一，这钱能建多少希望小学，能培养多少年轻科学家。第二，就算建了，短期内出不了成果，性价比太低。第三，中国当时需要把钱花在应用科学跟基础研究的薄弱环节，而不是面子工程。后来连跟他观点对立的邱成桐都说，这些实验背后的理论基础全用到了杨先生的学说，越研究越佩服他。这事儿能看出个啥？看出他的诚。中庸所说，诚者天之道也。真正的真诚是不管别人怎么骂，都要说对国家有利的话。要是真的精致利己，他完全可以附和主流观点，落个支持国家建设的好名声。但他偏不，
因为他在乎的不是民生，是中国的实际利益。2003年，81岁的杨振宁决定回国定居，把家安在清华园，取名归根居，还写了首诗神州新天换，故园使命重。有人说他是回来养老的，但事实是他比年轻人还拼。他捐出自己的工资跟奖金，募集超过了1500万美元，给清华高等研究学院输血。他亲自去美国挖人，把图灵奖得主姚期智、密码学大神王晓云请来清华，硬是把清华的计算机跟物理学拉到了世界一流。他给本科生上普通物理，每次课提前半小时到教室，跟学生聊天，90多岁还在改论文。他把自己2000多件手稿、书信捐给了清华，说这些东西应该属于中国。最让人动容的是2021年他100岁寿辰时说的那句话：稼先50年了，我没辜负你圈里共同图的嘱托。当年邓稼先回国搞原子弹，他留在美国搞理论，看似两条路，其实都是在为中国做事儿。就像《论语》里说的“君子和而不同，目标一致，何必强求方式一样”。要是真精致利己，他完全可以在美国安享晚年，不用操这么多心。要是真不爱国，他何必把最后的30年心血全洒在清华园？这让我想起林则徐的诗：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这才是真正的家国情怀。杨振宁最牛的地方不是只懂科学，而是把中国文化跟西方哲学捏在一起，活成了《周易》里所说：天神见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国学打底，孟子教他做人，科学教他做事儿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清华的数学家，却特别重视国学教育。他小时候父亲请历史系的高材生教他孟子，2个暑假天天不落的学，还教他背唐诗记八卦。后来在西南联大，朱自清教他国文，闻一多教他历史，钱穆教他通史。这些国学底子成了他的精神钙片。他后来回忆孟子里的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让我知道做学问要有骨气。这种骨气体现在他敢质疑屡称守恒的权威，也体现在他面对争议时不卑不亢。他的治学格言是宁拙勿巧，宁朴勿华，这简直是儒家中庸之道的翻版。不投机取巧，不追求表面风光，只求扎实做事。西方科学教他求真，中国文化教他求善，两者合二为一，就成了德才兼备。就像《论语》里所说：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义。道是科学真理，德是家国情怀，仁是待人真诚，义是学术本领。这4条他全占了。让中国看懂世界，让世界看懂中国。1957年拿诺奖的时候，杨振宁在致辞里就说：我是中国跟西方2种文化共同的产物，既为中国根源骄傲，也为现身科学自豪。这句话不是客套话，他这辈子都在当文化翻译官。他给西方讲中国文化，说儒家的中庸其实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。他给中国讲西方科学，用阴阳解释对称性，用经络比喻规范场。他知道中西文化不是非此即彼，而是和而不同。就像《礼记》里所说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他推动中美学术交流，资助近100名中国学者赴美进修，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国的科技顶梁柱。他在清华办高等研究院，搞中国版的普林斯顿，就是想让中国的科学既能扎根本土，又能放眼世界。这种搭桥的智慧比单纯的科学成就更难得，因为科学能改变技术，但文化能改变思维。杨振宁走了，但他留下的不是一堆论文，而是2种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一种是敢质疑的勇气，他用语称不守恒告诉我们，权威不是用来迷信的，真理才是用来追求的。这对今天的教育太重要了。咱中国不缺听话的学生，缺敢提问的大师。另一种是懂坚守的定理，他一辈子搞基础科学，不求急功近利，不求名利双收。这种10年磨一剑的定力正是当下最快的。就像《道德经》里所说：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。真正的伟大从来不是一蹴而就。潘伟健院士说：杨先生让我们相信中国人也能做世界顶级的科学。这种自信心比任何技术都珍贵。
以前咱总觉得西方的科学比我们的强，但杨振宁用一辈子来证明，只要有正确的方法跟坚定的信念，中国人照样能在科学史上留名。他不是神，却是中国最该记住的人。讲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说，杨振宁这么牛逼，是不是就完美无缺了？当然不是啊，他跟李政道的学术争议啊，他晚年的婚姻选择都曾引发过讨论。但这恰恰说明他不是神，而是个有血有肉的人。就像《论语》里所说，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耕也，人皆养之。他的伟大不在于没有缺点，而在于他的成就超过了他的缺点。他的情怀覆盖了他的争议。他就像一棵大树，扎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，枝叶伸向世界科学的天空，结出的果实既滋养了中国，也造福了人类。现在回答开头的3个问题。他的一流工作是杨米尔斯理论，这理论支起了现代物理的半壁江山。他跟邓稼先的共同图是用不同的方式爱国，没有高低之分。他的理论不是玄学，而是我们今天享受科技便利的基础。杨振宁走了，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中国要想真正的强大，既要有邓稼先这样以身许国的实干家，也要有杨振宁这样以智报国的思想家。既要有造原子弹的应用能力，也要有搞基础科学的长远眼光；既要有吸收西方科学的胸怀，也要有坚守本土文化的底气。最后送给大家庄子里的一句话：无声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杨振宁用103年的人生，把知推向了新的高度，也把爱国写成了新的注解。杨振宁是那个敢让镜子碎裂的人，他用不对称的真理换来了中国思想的对称之光。